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到的是，在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当中，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伊朗在近期它的打击的力道，还有它的精准度，为什么特别的高？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战场上面发威了呢？所以伊朗能够精准的命中许多的美军基地。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穆吉塔巴也就是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现在也发文说要号召圣战，还联手谁呢？真主党来一起打残以色列的铁穹，被真主党给打破了他的神话。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特别做关心三个火箭话题，我们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伊朗再发动了另外一轮的真实承诺，这一次呢精准的狂轰了美军基地，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有关系？来自于伊朗的说法说，美军的中东据点有70%都已经沦陷了，真实性如何呢？再来第二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他只靠了火箭弹就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还不是使用伊朗的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哦。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真的挡不住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一些火箭弹的饱和攻击呢？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已经消失好一阵子了，突然间在社群媒体上发文，但是他还是没有现身的，是真的受伤了，还是战略上面一个做表态呢？他是想要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趁机做内部的动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伊朗的精准打击哦，这一次真的是打中了许多的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卡达乌代德基地等等，还有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都是伊朗的目标。他们说70%的美军中东基地都已经受到了摧毁。北斗卫星真的有助攻吗？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在使用北斗卫星之前，伊朗在去年对上美国的12日战争的时候，当时还是用美国的 GPS 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面受到美国的干扰哦，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全面转向使用北斗卫星了。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北斗卫星跟 GPS 的比较，为什么现在伊朗反而比较喜欢北斗卫星？先来看到它的数量，北斗卫星有45颗 ，GPS 只有24颗，其实在精准度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差异了。北斗卫星的精准度是3.6到5公尺，那么 GPS 则是5到10公尺，所以北斗卫星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再来，北斗卫星是3种轨道的混合，但 GPS 只有1种轨道的混合。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改用了北斗卫星，对于它战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伊朗的不管它的无人机或者是它的导弹，它的导航其实到底都是要用这个卫星来做导航先输入它要攻击的目标坐标，然后借着卫星来做导航。因为以伊朗现在的军事能力，它可能没有办法做遥控，包括它的现任的无人机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开始输入一个目标以后，借着卫星导航，它自己飞机就去攻击它，并给它定的那个目标点，它在做这个攻击。那为什么这次的北斗卫星它会比 GPS 要好用，更好用？第一个，它的不容易会被干扰到，这个很巧妙。你知道为什么北斗这个 GPS 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卫星嘛？那反而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去干扰这个 GPS， 反而美国不可以去干扰北斗，因为他们所用的屏幕那个 GPS 先发展出来嘛，所以它用了很多的频宽，几乎它都占满了。那北斗只能用从中间的，它没有用到剩下的频宽，由北斗来用，所以北斗变成在利用这些频宽剩余的空间价值。但是没想到这反而造成北斗不容易被干扰的因素，因为你如果说是要去 GPS， 你要去干扰北斗的话，你连 GPS 自己都会被干扰到，所以说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北斗当然它的卫星颗数比较多，45颗然后 GPS 24颗。我觉得还有最大一个因素是这个北斗的授时更为精准只有大概10纳秒。什么10纳秒呢？这个就是说，其实卫星定位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授时精不精准1纳秒等于10的负9次方秒，你看那个多精准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跟大家讲，假如说我们以前古时候，你知道他们
这个船员航行的时候，怎么样来定位它的这种经纬度嘛？就是说，比如早上6点钟太阳出生的时候，我拿一个时钟，现在6点钟太阳出上来，那我开始向东航行。当我航行到某一个地点，一看，5点钟的时候太阳升上来，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经纬度几度，是吧？它是用这种方式。那所谓的这个授时，就是依据这个，你知道地球自转1秒钟转了480几公尺。这种转的速度之下，你如果说是就从伊朗发射一颗导弹要打2000公里之外的以色列来讲的话，你不是说是定位的问题，你是这个时间你要算进去，自转的时间你要算进去。那北斗它会把这个授时的非常的准确，它甚至比 GPS 还准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在某一个等于说是纳秒等级，纳米的纳不是奈米，比奈米还小一级，纳秒等级。所以我觉得北斗因为有以上几种优势，第一个它的这种卫星数目比较多，第二个它授时的会比较精确，那第三个在这种状况下，它避免掉很多的干扰。当然这一次很明显的，伊朗它就转用北斗系统来作为它不管是它的导弹，或者是它无人机来作为它定位的一个这种工具了所以才可以那么精准的对远到以色列2000公里之外目标做一个精准的打击甚至于那短的来讲的话，它的无人机打200公里之外，美军在波湾基地的27个基地，它也可以做精准打击。我觉得是跟使用北斗绝对密切脱离不了关系。好，这一场战争，后来这个伊朗是特别选用了北斗卫星来打所以现在得力于北斗卫星做了一个精准打击。其实呢，除了北斗卫星在这场战争上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对于伊朗有所帮助之外，还有实际的战力，现在是得力于黎巴嫩真主党。我们要来看到伊朗加上黎巴嫩真主党开始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饱和攻击，发动了飞弹、火箭弹跟无人机。那真主党他出动的弹海战术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在11号这一天的夜晚，特别发射了超过100枚的火箭弹，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就破功了，拦截率只有50%，甚至传出以色列的海军特种作战的总部遭受猛烈的攻击之后重挫。那初步统计现在也有死伤7个人死亡跟21个人受伤，数字当然都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穆吉塔巴这时候说了，会跟美以奋斗到底，报复到底。再来，以色列则是说呢，这个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个时候他出来说了，他说会对穆吉塔巴等人再度的发起斩首。不过他也坦言，要推翻伊朗政权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联手真主党为何可以打破以色列的铁穹，而且呢，拦截率只剩下50%。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不对称作战，因为这个黎巴嫩的。我们讲的火箭炮、火箭弹大概1枚大概30万台币。那一个铁穹是150万，你拿150万去打这个30万，你看看所以你还不能拿1枚来拦截嘞。有人说拿2枚或者3枚来拦截它，因为怕它有漏网之鱼。你要知道全垒打王全垒打王，你看那个所有棒球的全垒打王最厉害的，经常被三振，所以你不一定拦截得到那你这样子看，他30万的，你拿150万乘以450万去打这个30万，以色列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付得起这个钱，但是问题是代价太高。他拿那个一个就好像你一个破烂车，结果你拿的是1000万豪车，2个去对撞，他破烂车反正他也不要了，但是你的1000万豪车没了，你要不要这样赌？所以他们打的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应该搞清楚，这是不对称作战。他花了火箭，你还不能不拦截，真打进去死了人，这个找谁？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打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大量消耗以色列的铁穹。当然，以色列会不会用爱国者？不会，太贵了。也会用剑2跟剑3的反弹飞弹，也不会。会用大卫投石索也贵，最便宜是铁穹，那就拿铁穹来拦。但铁穹也贵啊，1枚铁穹也是150万是这个样因为拦截就是贵。是。然后我们看伊朗是怎么样？为什么叫黎巴嫩真主党一定要动？这就是战略牵制，不然让以色列一直打我受不了，你就牵制他。就对他发射火箭弹，对这个以色列，就是以黎边境黎巴嫩跟以色列边境，你就是发射就对了，反正你便宜，你越发射以色列越亏，而且以色列的这些防空警报发放，一定要发放你不发放，万一打死人怎么办？他就马上就地避难，是要这个样。所以今天这个伊朗被打，他一定会动用这个
黎巴嫩真主党跟在南边的红海南端的我们讲也门的胡塞组织，这两个一定会动。只是说也门胡塞组织因为没有船经过，又有船经过的话，他又拿翘了，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呢，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啊，消耗会很快，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补充很慢。你要做飞弹，做这些的飞弹没有那么快的，那你就是暂时消耗很快，跟美国的目前状况一样，赶快调拨这个爱国者飞弹从韩国，为什么消耗好快啊？我自己不够，赶快调拨啦。以色列会遇到这个状况，只是以色列不能讲，因为一讲的话，整个以色列的心防会崩溃，不能说，反正尽量拦截就对了，因为不知道能够打到什么时候。这个战略牵制跟这个洗澡会发生一些功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可以撑得住，但是问题代价太高。它的这些高价的设施会被摧毁，它的高科技会被。高科技的设施，甚至呢，我们知道雅虎啊，这个亚马逊啊，或者是个 Google 啊，这些相关的也会这种高价的这些科技单位也会被这个黎巴嫩或者是伊朗做一个反制报复的一个目标，所以以色列都要冒这个风险。好，伊朗的反制动作才这个不对称的作战。那穆吉塔巴为什么又趁势的在这个时候特别发文？因为消失了好一阵子嘛，又特别发文。老师怎么看？这个穆吉塔巴啊，目前为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啊，他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曾经受到过攻击，但是没有受伤，因为这个纳坦雅胡说的嘛，他可能要对他进行再次的斩首嘛，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搞得清楚。那在 X 平台上发表到他用一个蓝色的标记注明他是真实的嘛，但是的话呢，他不会轻易的露面，但是他要讲述他的原则。但是他什么呢？我今天看了以后呢，他就是有2张照片嘛，一张照片的话是他在上面。后面是金光万照，然后底下是他爸爸嘛，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就是什叶派就是大阿亚图拉的继承嘛。原来这个什叶派是不流行这个父业子承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没办法，他是最想复仇的人嘛，的国仇家恨，他家人被干掉8个人了，所以他心里会觉得说非常难过。只要他有出来讲话的话，那个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都非常讨厌他，因为这个觉得伊朗这个印查麻烦的搞不定了。那另外一张图片的话呢，刚好就是赫梅尼这个他爸爸哈梅内伊还有这个穆杰塔巴3个人排在一起嘛。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来讲的话呢，赫梅尼就是神嘛，他爸爸应该离神也不远。那他现在继承神的位置，所以构成要强调内部的团结但是不能够露馅呢。一露馅的话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以色列那个摩萨德为什么在伊朗特别厉害？大家要搞清楚我查了一下，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1/3犹太人从伊朗回去的。哎呀，全世界的犹太人很多中国的河南开封有犹太人我都搞不清楚。我在看网络的时候，发现开封的犹太人很爱以色列那莫名其妙，这个过了1000多年了，他们很爱以色列，戴着那个小帽子在里面祷告什么的。那这个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的间谍特别厉害，就算你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搞不好还当将军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摩萨德当然厉害，所以说伊朗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对不对？然后这一阵子的话呢，难得。但是他这个儿子就是这个穆杰塔巴，他宣布此次为圣战，对那这个就没有回转的道路了伊朗来讲的话呢，鱼死网破。所以你刚刚问的很多问题就是说那个一个不要命的，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跟你打到死活为止就我就是不活了。我记得这个伊朗现在打这种战争，有一点点像我们原来抗战的时候，突然激起全民抗战意志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土的那种感觉，那种气势慢慢出来。虽然伊朗比起咱们这个命运比起来，我们这个中国人命运算是好很多，但是他目前面对的一个亡国灭种的一个压力，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这个领袖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就是要引导这个伊朗的发展。好，谢谢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